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Gay to Gay， 我是亚当，我是 Godfrey。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我先说一下我对他们的印象，两个非常漂亮帅气的精致男孩，然后在上海工作，有海外留学经历，同时呢还有一些生活的副业，比如说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做播客，然后平时还录录 vlog。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他们有另外一个标签是大龄留学。那我们就先让我们的两位今天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自己，打个招呼。Hello， 那我先吧。我叫 Jason， 今年要报年纪吗？可以。你想报什么？你可以报一下别的东西。你想报什么？尺寸啊，喜欢什么姿势啊都可以。本来我一切都准备的很好，但是被说到什么代表上海，就整个就是开始手心冒汗，然后开始大流汗，就开始很紧张，生怕自己说出什么不合适的。我叫 Jason， 今年30岁，然后我是云南人，其实不是上海人。我是2年前搬到多伦多，然后现在是在一家 retail 公司做 data scientist。Hello， 我是甜甜，然后我今年31岁，然后我是上海人，我现在还在留学。大龄留学是你们俩是谁先提出这个想法？我吧，对，因为我之前是在美国念的本科加硕士，其实我正常来说，以我的学习目标来说，我应该很多年前就达成我的学习目标。但是我硕士毕业之后，我是在旧金山念的，然后旧金山念完毕业之后呢，我就觉得美国很无聊，就一直有那个想回国的冲动。我在上海就工作2-3年之后但是最后又觉得，还是北美是生活可能比较更习惯一点，所以我当时后面就再次决定说，那我就再出国，所以我就先过来了。所以上海的职场都对你做了些什么？你这工作怎么越做越晚呢？连个星期天也没有，你会不会太累？反正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被辞退吧。还想提醒这件事情吗？没关系啦，因为我后面找到工作比当时那份更好。就是我原本的美国的老东家回到上海之后，我干了1年左右就没有做了。因为当时他们家是做在线教育，我当时还属于在线教育很火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做市场营销，我不喜欢那个市场营销的风格，因为我们当时好像经常你要去找客户见面，你要去跟人家买奶茶，然后请人家吃饭。那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就是愿意去跟人家阿谀奉承啊，就是陪笑脸这样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当时做那个工作做得很累，我就辞掉，或者进到那个最后把我辞退的公司是一家做电商的 agency 在那家电商 agency 呢做了大概6个月吧，实习期都没有过，然后最后就被那个老板辞退了。我辞退之后，对，但还好，就是碰不上。后面我就去了一家我很喜欢的品牌方，所以就算是一个升职，又升到另外一边。对，这就是我觉得很切我们今天的主题，对，工作的一个大的变化。我工作变化蛮大，但他工作比我更夸张。就他的每一份工作变化都是人生大变化。留学其实一直都在我的 plan 里面，然后我其实本科当时刚毕业，准备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我其实有在申请研究生的，然后我当时是想升澳洲跟香港、澳门的，然后当时申请到了之后呢，但是我同时又在面试，就是同时又刚好面试了航空公司，所以我就是碰巧又面上了，然后我当时想说那要不先去飞一段时间吧，然后反正读书以后还能再继续读，然后结果飞了之后，然后之后又到不飞，然后就一直工作下去，就没有再读书了。跟他认识之后，然后我们聊起来，然后才就想说，其实可以重新再读书。然后因为当时就觉得有点在国内稍微有点卷不动，然后刚好就是在国外生活加上留学又是我一直的 plan， 那我想说那就一起出来吧。那就是那个 Andrew 就刚刚就是云淡风轻的就把他自己当空少那个经历，我想其实我随便就是通上面试了一下，然后我就开始随便飞了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日子就是这样就过去了。但其实空少这个话题我们想聊一下了你当时面试那个过程，这个过程难吗？我其实就是真的是个很俗套的剧情，其实我都没有看到那个招聘的事情，是我妈看到了，然后我妈看到说，就是南航当时有在招什么小语种的，然后英语什么能力的人，然后就说，你很适合，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我想说要吗？然后我妈就当天晚上就把什么正装那些都送到我宿舍，然后我就在同学群里说，我明天要去隔壁学校那个南航那个，想要去试试看，有人想一起去吗？然后另外几个同学就说，我们也要去的，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约着一起去，然后去到你就是因为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然后你就是看到一些非常多都是
就是他们都是航空专业的，然后很专业，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哦，空姐对，空姐空少。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在那里干嘛，然后就面，然后结果就是就面过了。好凡尔赛，你在空少的那一段时间，有没有很符合你自己的 fantasy？ 因为其实大家好像特别是对空少这个职业还有蛮多想象的。但他们那个制服很丑哎，你们知道南航的那个制服吧？我记得女的好像是一个背心样的是吧？马甲是吧？对，就南航就会有马甲。那个他们主要是颜色，你知道那个什么东航那些他们的制服都是蓝色，深蓝色很好看。南航是一个红色的，就是火龙果的颜色，对，非常的没有性但其实拍照是还可以啦。如果他当时是以空少，他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是以空少红马甲，飞机上你会留意一下吗？我对红马甲很没有，就是没有，我跟你们说，他当时我们还在就是 dating 的时间，他有在问我说，哎，你有带就是你的制服还在上海吗？就是你会穿制服跟我 dating 吗？怎么？没有，我就在开玩笑，就是刚开始 dating 就找一些话题聊嘛，拜托啊！你们那个红马甲，我实在是，我觉得我是吃不下去。就是换个颜色是可以的，是吧？对，你换很多航空公司的男生的那个制服都很好看，但我觉得南航非常一般，海航也一般，因为它那个红色好像有点偏深一点。火龙果的颜色，火龙果是蛮艳的，好像就是很艳，它一点都不高级，就是很艳那个。对不起啊，所有喜欢南航制服的朋友们，不好意思，但是我单纯的觉得它有点过艳。希望南航看到这条视频来告我们。就我在南航那几年，刚好是南航发展比较快的那几年，就开了很多国际线，然后所以我们当时我是除了北美不飞以外，我其他所有的航线都飞，所以就是有很多。你有去过哪些国家？以前飞澳洲、新西兰飞的最多，然后欧洲，然后非洲我也飞，然后中东什么迪拜那些我也飞，然后俄罗斯这些我也都飞，但是我就是不飞北美。对，然后结果偏偏来到了北美。我当时来北美，我当时以为加拿大会跟澳洲差不多，我想说可能只是就是气候不太一样。我当时想说，哎，都是英联邦国家，那应该差不多，但是那你觉得哪里差蛮多的？哪里差了很多？我觉得澳洲更 chill 一点，我觉得加拿大没有那么的 chill。加拿大，你说性格吗？你说加拿大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状态不一样还是什么，就可能因为你当时飞的时候，然后当时又很年轻，你知道，就大学刚毕业，所以你去到这个感觉哇，就是澳洲的，就是男生全部都是就是穿着很 fit 对拖鞋对之类的，然后就很 chill，然后来到这边就是。我觉得以加拿大这个气候，大家都穿那么多衣服，你很难。其实到冬天的时候，大街上，我感觉所有人都灰头土脸。就是你们住在downtown还好一点，你离开downtown这片区域，大家都很灰头土脸。我觉得你这差不多，因为我觉得悉尼的生活压力蛮大的，所以说可能跟这边也差不多，应该也都没有那么 chill。他这个是完全带偏见的，你去那边旅游跟你去那边住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去旅游，你去的都是沙滩、海边，就是别人在工作的时间段内都是在吃好吃的餐厅，你看到的肯定都是跟你一样就闲着的人。对，所以我就是说，可能是我状态不一样，肯定是对。那你在当空少的那段期间，会有帅哥给你递纸条吗？要号码之类的？我唯一一次就是男生问我要联系方式，他不是主动问我要，他好像认识南航另外一个就是乘务员，然后是那个刚好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某一天晚上突然间微信我说，哎，你今天是不是飞哪里哪里？我说对，他说，哎，你航班上面有一个旅客坐头等舱的想要加你微信，然后我回想一下，哎，那个旅客坐的头等舱的两个人是一对大叔，哎，就是我当大叔看上啊，邀请你加入他们的家庭。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我说你确定吗？然后我说你有没有他照片？他说你等会我翻给你。然后他就发了一张年轻男生的照片，20年前拍的自拍照。我说不是吧？我说你确定他坐我的航班？他说确定。然后我就看照片，就想说，哎，感觉长得还可以，我就说那就加吧。然后结果我一加，发现人家其实前面两个大叔，一个是他爸，一个是他爸的类似生意伙伴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坐在了就是本来是他跟他爸坐前面，然后他为了方便他爸跟生意伙伴聊天，然后就他们俩坐在前面，所以他是一上来然后看到我，然后他就往后走了，然后他就然后就加了。所以你满眼都只有大叔，没有年轻男孩。没有，根本就。没有飞的时候，你是后续不是眼里只有头等舱的乘客，对，其他的乘客可能被忽视了，自动隐身了。
目的地之后，不是要有些时候会是过一个夜嘛？对对对。然后那个机长或副机长会跟那些空少啊，或者是空姐敲门到一起去，对不对？去哪？都是空姐去敲机长的门啊？是有吗？这样的很多。我说实话，我飞了4年，然后我永远都只是耳闻这些事情，然后我从来没有自己，我也很期待我自己航班上面就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就是永远都听到很夸张的什么，比如说主任是一个就是姐姐，然后她就会在飞机上就会对男生动手动脚，或者她在酒店里面，就比如说她跟别人一起住，然后但是就有别的男生进来怎么之类的，我永远都是听到过这些事情，但我从来没有就是在我的航班上面发生。因为你一眼就被人家认出就不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所以人家也不会来敲你的门。就是听到八卦，都是听到八卦。看来南航是个很干净的航空公司啊。不是，我当时听到的都是，我听到的比你就是多。就是飞了4年，我们在飞的人都会有一段厌飞的就是时期，然后有段时间就是真的很不想飞，然后我当时就是刚好碰到我非常不想飞的那个阶段，然后我想说，那要不试试看做点别的事情吧，然后我就是毅然决然就走了。那你很有勇气啊。我们当时看到很多姐姐就是一个个退，他们可能92年我们刚出生，然后她92年已经开始飞了，就是所以其实飞行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很短期的职业，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想做点别的事情，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但你当时心里面或者已经有计划是别的事情，有一个具体的没有我当时就裸辞就我好奇，就是国内的公司的面试是不是跟这边面试也一样，也是问问题啊，还是要考试啊，还是什么的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点，因为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就是加拿大找工作嘛，然后我非常不适应这边找工作的流程或者他们问问题的模式，因为他们这边就是加拿大这边很要求你要用那个什么 STAR 法则来去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有各种什么 behavioral question 这样子。但是我以前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被问到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岗位的原因，我以前从来没有被问到过这一类型的问题。Behavior questions。如果你遇到什么跟上司有什么意见不合，你应该怎么处理呀？就这种问题。我以前比如说我在面小红书的时候，更多的是问业务上面的问题，就是国内的面试更多倾向于能够胜任这份业务上的对，就是不太会问这种涉及到比如说团队合作啊，或者是管理上，你对这个整个 team 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以前在做母婴行业嘛，然后他可能就会问你母婴行业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然后因为我后来在小红书做奢侈品啊，又要问你，比如说你对这些东西的了解多少，或者什么或者你对互联网广告了解多少，或者你对品牌了解多少，也有可能是很多别的大厂也需要这样子，但是以我之前目前就是面试的经历我没有，对，所以我很不适应。我觉得你的不一样的是因为你的工作性质更偏向于需要有跟人沟通，然后你是有内部，你都是朋友推荐，所以我记得你后面面试小红书的时候，其实是你跟你朋友把那个老板和你拉出来一起喝了趟酒，对不对？这可以说啊，对，就是对他们这个职位，他那个朋友他中间人把他老板和他拉出来先喝了趟酒。大家已经开始就是在酒桌上面在聊这个工作。没有，是我们先面试完了之后，然后他面试就是先正常的面试了之后，然后他是先判断了我 OK 了之后，然后才约了喝一趟酒，因为要进行下一轮。因为他老板觉得我很 OK，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帮助你进到下一轮，就也要过掉。那我想来跟你聊一聊，可以怎么去准备你下一轮面试，然后才这个样子。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操作。对，因为我的就很传统，我的就是有猎头来找我，然后我就跟着这个猎头，然后开始面公司，然后我也不认识对方是谁，然后这样子面上。但你的好几份工作都是有一些内部关系，除了南航，其他都是内推。说的好像不是我这叫内推，对，这叫内推，是合规合法。Andrew 是比较更会用自己的美色去进行一些置换的一个人吗？我有美色吗？我跟你说，我觉得不是美色，是他的性格。就是包括我来到加拿大和他认识那么多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如果我们先去到一个场合，或者是去到一个朋友的局里面，大家会先主动跟他聊上天，或者比如说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大家一般如果要联系我们两个要干嘛，会先联系他，因为他好像给人，我不知道大家看视频会不会有，他好像给人一种很平易近人的
就很好聊天的一种 vibe， 人畜无害。对，就好像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没有，因为他以前整天吐槽我，就是因为我是那种会跟客户发呜呜嘤嘤的人，然后对，因为就我的客户都是姐姐嘛，就是萌萌哒的感觉，对，就是都是姐姐，就是奢侈品里面的姐姐，所以就是那你有时候就是你作为男生稍微有一点优势，就是有时候跟他们卖个萌啊，或者就是讨他们开心一下，那可能事情就比较好沟通。然后他就整天吐槽我说。就你的客户真的 OK 吗？你在那里，他看我跟客户聊天就是那嘤嘤嘤嘤，然后谁跟我说嘤嘤，我就说你好好说话。你在现实生活中有发出过嘤嘤，打出过这种字吗？不可能，我这个输入法源都不会跳出这种东西。我说话，我跟客户聊天，工作说好都要说1、2、3、4，就会把我的整段话编辑成1、2、3、4，然后写清楚我要什么，然后你需要给我回复什么，或者你如果老板找我要，我就要告诉他我做的1、2、3、4，我的结果是2、3、4、5，就会说得很清楚的给他。那你们两个人在感情中是不是就是你是属于理性看待所有问题的，还是你是属于要那个用感情看待问题要更浓厚一些的吗？我觉得他是比较理性一点，我是比较感性一点的，在感情上面。对的。那你们的理性跟感性会打架吗？我们大部分的争执都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控制欲比较强一点，就是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应该要这么做，比如说我觉得他面试要说清楚这些点，或者我觉得他准备雅思或者准备什么，我觉得你要就是你在说口语的时候你要说清楚，你要有个结构，你要有个总分总的结构，要求他就比如说你就要练习，你要练习到你要有个总分总，然后你每段话开始之前你要有个总，就是要有个提示怎么样，就我会很 controlling。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他就不喜欢，这就不是他的说话风格，那我们俩可能就会有些争执。他甚至连我考雅思，我自己在准备那些语料的那些语料内容，他都要控制。就比如说，不要说那么夸张，我是提出建议，我是提出建议。比如说，你这个太负面了。没有人喜欢听负面的东西，你要说一些阳光积极的东西。如果说我就想说，那你考雅思，你想说就是说一些你比较熟悉或者你最近的一些就是一些情绪怎么样，我说啊，人生就是很难，找工作很难。你说他又说你不要说太负面的东西，你要说一下这些很开心的事情啊，怎么样，就是老外可能又觉得你怎么样。然后我想说，老外真的有在。你们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谁考雅思会去大库吐水啊？谁考雅思跟雅思考官说我今天过得有多差，就是我人生有多艰难呢？简答题100分。Is a one-year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a bit challenge？ 我个人啊，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回看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增进的作用。因为如果我觉得当时如果我们继续在国内的话，不一定最后真的能够走很久。